好，来看看今天晚郎啊，给大伙带来一个全新的《电神魔魁2》的改版啊。很多人说小狼，你以前不解说过吗？啊，都3年前了，乐百氏版。这里面跟大伙讲解一下啊，我现在解说这个乐百氏版确实是乐百氏的最新版，也就是说这个版本是在更新的啊。乐百氏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有一个大神玩家叫乐百氏，所以说呢，他就把这个版本呢改的就比较难，然后一直在更新。所以说这个乐百氏版呢，就声音就是相当于这个《电神魔魁2》的这个类似于像什么无双版啊，或者说什么轻版啊啥的，反正你咋说都行啊。反正整体来讲呢，这个视频呢是最新打出来的。很多人说那为什么是1B 通关呢？首先啊，这个版本真的是挺难的，但是呢，双人配合按理说也不至于啊。至于俩人玩的应该是第一是比较随便，第二这个版本确实难，比原版难的不知道啊有几个行点。操作者呢是来自于海心3个 K， 还有我们传说中的这个电神魔魁2代的第一大神啊小鹿。当然乐百氏也是大神啊，因为这最开始这是他的版本啊，他的版本最开始也是我看他先出的一命啊。当然咱先不扯这个事儿，你看各种小怪还有 BOSS 都非常多。操作的角色呢是来自于这个龙天明和这个忍者呢，大家伙儿比较常见啊。龙天明这个角色呢，大家伙儿看起来好像觉得，哎呦，这个角色好像有点像什么那个方士啊、术士、道士什么的那种感觉啊。其实这个也是那么回事儿，因为这种神秘角色呢，大家伙儿看着也比较好玩。好的，你可以看到啊，他俩呢就是配合，这种呢其实就是无限连了。这种爆分呢其实是无限连的爆分。他们打的那种所谓的连招型啊，就是他这个连招呢不能重复的这个情况下才能连，但是呢有一些投技或者一些特殊技可以让你无限投。比如说最简单的，咱们选择男主就是对吧？啊，那个魔魁是吧？啊，你可以选择一个前 AB 在空中把它摔下来，然后再跳起来男人低色溜，然后再一个前 AB 把它摔下来，然后再一个男人低色溜啊，反复。这个呢咱们可以看到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打法，双人这么一个配合。这里面这个配合呢，两个人呢也并不费血的无限连，因为他这个没有气儿的可以再缓气儿啊。但同时呢，这个很多人说，那这为什么，对吧？为什么打不死人呢？他这个有一个伤害保护，一会儿时间到了，基本上差不多了啊。他这个打出分数，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最高分数是9999999。就爆分了啊！爆分了就是爆分了，没什么好说的啊！你讲3条命了，2P已经，1P 已经讲一条命了。然后呢，同时呢，打的过程当中，在最后结尾，你也会这个过关的时候呢，会给你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东西。而且这个版本啊，我跟大家伙说，这个版本难，不是说难在它的怪多怪少，是这个游戏它有很多的关卡，你可以选择走 A 路线，也可以选择走 B 路线啊。同样啊，第3关也是，第4关也是。都可以选择2个路线，而这个版本是你把所有的路线都要打一遍，就相当于神月版啊，神月也是一个改版啊。这个神月版呢，也是让你把所有都打一遍，但是这个乐百氏更变态，除了怪非常的厚之外，它最变态的是过关了之后不给你加血啊，过关了之后不给你加血，你只能通过地图上的这个补给你加血，所以这个版本啊，真心难。好在这个游戏啊，这个你并不是说你说它难，它又不能让这个游戏变态到那种程度。比如说像恐龙快打那个天王版，你就不能恐龙快打天王版，然后还对吧？你如果说是不让人用枪，或者枪不是无限子弹的，那你把 GD 对吧？你把 GD 叫来 ，GD 也过不了啊，那没办法啊，你让这些人玩他玩不了，没这个能力，知道吧？啊。你改的太难也不行，所以说都是一个适中的量。比如说现在这个版本已经有人可以随便啊，不能说随便啊，轻松的挑战1命。就比如说玩2天1命通关了，全角色，那这个作者就可以考虑，我再加一点点细节，既不能突然我给你加的特别变态啊，比如说有个地图里面多一个这种类型的小兵，就让你非常的棘手，尤其是在空中啊，愿意偷袭你的，愿意中断你技能的啊，等等的啊，这种。它也不能加太多，所以说都是有点啊。当然呢，这个单机游戏毕竟是 PVE，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啊，反正是这个不是人物跟人物之间的格斗对抗，所以说还好一点吧啊。当然呢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选忍者的就是咱们传说中的大神啊，就小鹿。
这个1P呢是这个海信3个 K 啊，他选的是龙天明。龙天明拿上剑之后啊，这个角色确实看起来就比较威武。剧情方面上呢，跟大家回去讲过了啊，这个先是出的这个先是这个电神魔魁1代啊，然后呢这个不太火啊，他有这个6个角色啊，不太火之后呢，移植了一下，移植到超任了，然后呢在 SFC 平台里呢，他火了啊，真正的火了，但他只有3个角色。然后那个就不用多解释了啊，大家伙儿懂的都懂，对吧？懂的都懂，不懂别问了啊。那个版本呢，就经典了，大家伙儿都玩那个版本。那个呢就改名叫电竞1，所以说很多人觉得电神魔魁1、电竞1、电神魔魁2、电竞2啊，很多人可能分不清楚啊。其实这个东西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可以看到啥都不打，其实不打这个吧，你打不打的没用，就奖分嘛啊。这东西你要报分其实很简单，对吧？想要报分很简单，基本上在第3关就可以随随便便报分了啊。就是单人的话呢，有几个角色那他没有能力那个无限连爆，比如说你像选那个黑骑士，一般人打到700多万啊，打到通关才700多万，他没有办法打99999的。但你如果说是男主啊、忍者，像这种可以无限连的，对吧？这种可以无限连的，那就好说了。而且呢，还有一点啊，这个版本那随便报分啊。原版的话呢，它是有一些特殊的兵，不是说非得是 BOSS 才能让你无限连。比如说那个红色的刀手啊，比如说那个大胖女的啊，你别看那女的胖，只能说是丰满，因为她腰特别细，胸大屁股大啊，就是说这意思，一个欧巴桑。然后呢，再就是一些特殊的兵，可以让你那个抓住机会去打这个无限连。当然，这个无限连呢，一般人都是要费血连啊，因为你能量练着呢，就要费血去补能量。整体来讲就是这个情况。好，可以看到啊，咱们这个呢是第2关，第2关寓意着什么呢？第2关寓意着2条路线，你要打2遍。你大家会懂我的意思吧？你要打2遍，那就恶心了啊，对吧？那就恶心了。本身他就过关不加血，你再打2遍，我尼玛，就离谱啊！好，他俩有这个一顿小电疗加摔。基本上我跟大家伙讲，就是还是利用投技啊。这个投技的话呢，才是根本。一般就是有这个投技，然后来重置它这个攻击的。否则你要真想连招，它这个游戏确实设计的挺好。你要真想连招，那你必须点是每一套连招的技能都不能完全一样，除了那个咱们说固定的那个无限连。如果要一样的话，你就不让你连啊，能理解吧？好，你看。直接就来到了第2关的另外一个路线，所以说你基本上属于打全路线的。来，这是一个小技巧啊，看，它卡住这个人车分离，卡住人车分离之后呢，防住啊，摁住 A 防住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基本上可以跳过一些，你看啊，血杀一点，这个它这个所谓的血杀其实是气儿杀。真正的血杀是抽必杀啊，这个 AC 必杀，因为咱们是有这个3个功能键，对吧 ？A、B 是A 是普通攻击 ，B 是跳，然后呢 C 呢是特殊攻击，啊，像这种 C 特殊攻击，最高就讲3条命啊，最高就只能讲3条命。好了，这个就是特殊它比如说它就是第1关的 BOSS 的形象，它是一个小精灵怪，它虽然说没有 BOSS 血多，但是呢。只要你能被打出伤害修正，咱就可以实现这个所谓的无限连，他就打成没有血的样子，就基本上没有血了，然后就给他秒掉就可以了。各种精英怪还是没什么好说的啊，卡卡就是干。好，这个又是卡这个小技巧啊，又卡出来一个，真是头子了啊！这样你看，2个第2关的 BOSS， 一个第1关的 BOSS， 这都是精英怪，然后再配合一些小猴子什么的，你说赖不赖啊？好，扔的话，如果扔下去可以直接把怪秒掉，一个抓，然后往火车底下扔。一般来讲啊，像这种带有电梯或者说是高层的，你像这种都是可以利用这种小特效啊把人干掉的。好，地下有个血，这个加血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兄弟们。
你要知道啊，这个加血的话，这个 AC 赶紧一吃，这是加血最多的一个大烧鸡啊，也不是这个不叫鸡，其实就是一个大盘肉啊。然后你基本上就是说，因为过关你不加血，所以说你只能说通过某些地图特定给你的血，够不够用呢？其实个人感觉还是够用啊。就是如果要是想要真是为了一命通关，像这两位高手想挑战个一命通关，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。双人配合的话，其实更好一点。有的时候双人配合好了，只能说赖。很多人看了就会说：“我操，这他妈狼这么玩，太赖了！你这么玩呢？”谁不能通关？当然，你一玩你就知道了啊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如果配合不好，那还不如单人，能理解吧？啊。好，感觉第一关和第二关的 BOSS 啊，看都看腻了。你看这个龙天明，咱们有一个官方的名字啊。1P 的这个角色脸上有道疤的那种感觉啊，就是龙天明。但是呢，他的名字啊，罗马音标注是肉，这就有点狠了啊！肉，卡卡就是干啊！其实我想说啊，像这种肌肉，我跟你说，真的啊，太难看了。施瓦辛格那种，我觉得也比这个要强得多。这种肉，不是这种肌肉，练出来了，不信多吓人，感觉有点像，那真的是魔鬼筋肉人，是吧？魔鬼筋肉人啊，老飞来了啊！好，这个就是练的那个必杀。它这个必杀呢，并不是费血的那个必杀，它的必杀是当你人物闪光的时候。你可以练这个必杀。来，第二关的 BOSS 还要重新再打一遍，但是在打这个 BOSS 之前呢，大家伙都了解啊。你看，放映厅，然后突然一个3D 成像，直接变成了你看，直接变成了那个西部牛仔酒吧啊这种。像这种门特别有意思啊！你一进这种门，我就想象到小的时候玩的街机游戏，一进这个门，然后呢就被亲了一口，然后加一点血，就跟那个惩罚者似的啊！就是门里面有个女的，然后你一进去过来出来，那女的亲你一口，然后就跑了，人质，哎，亲你一口加点血。好，这又是打了这种无限连，主要是为了加点分儿。多连了几点啊，其实可以再继续连的。一般来讲，我觉得啊，一般你看啊，没有小兵的 BOSS 它就不叫 BOSS 啊，对不对？没有小兵那基本上那就是随便揣过。正常咱们现在已经打到第3关了，如果是原版的话。但是你看，现在这玩赖招了，一个摔落地，还可以2个人可以继续再连啊，继续再连。一会儿再打就是正常，你看就晕掉。因为他现在是伤害修正了啊，不让你一直这么连的。这是狼哥直播间吗？是啊，猪哥不要脸了啊！这2天可能玩飘了啊。这个我手机有问题，我满心欢喜打开手机看，是不是有类似于像猪哥呀的小视频呐什么之类的啊？结果发现居然没有，这个猪哥这2天看来是，流连于风月场所不能自拔，对吧？我说错了吗？这里面这个忍者撇飞镖的速度是真快。好，看到屏幕上那个鱿鱼了啊，那这是被称之为0号特工鱿鱼。好，其实我们一直到这种地图都是想看看那一男一女，那一男一女啊，真的是怎么说呢？这个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。2个人的姿势呢，
极度友好啊，而且做了非常好的亲身示范。哎，你看这个姿势，哎，这个姿势真的是，他这手怎么那么黏呢啊？这应该固定一下啊！我刚才不对，兄弟们，我要后退了，不对。啊，不行！我看看啊，等会儿啊，哎，带我看一下，对吧？哎，虽然说是电子模型，而且都穿着衣服，他俩这个其实可能是在正骨吧？这可能是做那个中医说给他正骨。哎，你看给这个掰，他可能有肩周炎啊，这大伙儿不要想多啊，不要有可能有肩周炎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对，没脱衣服就不能做正骨吗？没脱衣服做不了正骨吗？我是真服了，对吧？没脱衣服怎么穿裙子不行？高科技纳米材料的，那钢铁侠，对吧？往身上按上按钮就能给自己穿上一套战甲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就不行？高科技的，对不对？可以做正骨的啊。好，这是卖面的。刚才那个屋里面看不看也有个鱿鱼啊？这鱿鱼每一关都有，你经常能发现这个鱿鱼的，都是这个游戏其实挺逗啊。应该说他在学外语，对吧？掰手腕大师开光，你没看过那个黑金那个电影吗？是吧？还有是咱们中国台湾，对吧？也是有个什么大师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有一些女信徒去了之后，他就要给女信徒说啊，就搞事情，对吧？能理解吧？友好交流啊！你看它前面那个数啊会变，左括号右括号等号啊，又变成右啊左括号等号右括号问号，就跟键盘上的是一样的，对吧？跟键盘上那个布局是一样的啊。这个不叫无限鞭尸，这个就叫伤害保护。伤害保护啊，这就不费血了。好，还剩最后1秒钟，0秒钟，直接过图，非常的烂。你看忍者现在已经打到了619分啊，619万了，距离满分还差对吧？还差300万，300多万。他俩这么刷其实还是慢啊，咱就不说，就本身就多玩很多关。如果要是正儿八经用男主刷，或者用忍者去刷啊，就原版的话，反而单人的话，在第3关就已经是刷满分了啊，刷爆分了。现在这是无限能量，你看，小的时候觉得这个无限能量真好。那时候说玩那个金手指，能不能找到这个游戏？然后呢，调一个无限能量，什么都不用开啊，就一个无限能量，这就很赖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有个喵星人，好多人说，哎，兄弟们，我听说说是这么说的啊，这个说好多这个女生啊，非常喜欢养猫。大伙儿知道吧？有很多女生特别喜欢养猫，但是女生更喜欢，对吧？养猫的男生啊，更喜欢养猫的男生。然后呢，我就问了一下，我自己我想了解，
我就搜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啊，我就发现这个猫，这个唯一有一个寄生虫啊，是吧？只有在猫体内才能这个繁殖。这个寄生虫叫弓形虫，是吧？它可以感染很多的动物，包括人类，但是呢，它只能在人类上寄生，但是它不能这个在人身体里面繁殖，它只有在猫身体里才能繁殖。而这个猫，因为猫这个它身体里好像是有一种什么物质啊，对吧？这个是，所以说这个弓形虫啊，只有说在猫体内才能繁殖。然后呢，这个人养猫，这个男的养猫呢，这个如果你身体健康啊，不是特别老，你感染了这个弓形虫的这个病毒啊，这个弓形虫这个病毒，你是其实对健康来讲啊，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啊。就是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猫，你养了猫之后呢，如果你感染上这个小虫子之后呢，啊，这个小虫子病毒之后呢，它可以入侵你的神经和大脑。我不知道，我听说的啊，兄弟们。它这有什么呢？有很多坏处啊，比如说在你身体虚弱的时候可能会生什么病，这个那的，啊，反正呢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它有一定的好处，比如说它可以让你分泌多巴胺啊，大脑。然后你也能让你这个肌肉模块啊，可能会更，对吧？更往着这个健硕这里边长，然后还分泌睾酮素，还不是什么的，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？啊，哎，然后呢，所以说有的女的她就喜欢养猫的男的，就是当然我说的不是很准确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，我这不是在科普，兄弟们，我只是不知道大伙有没有懂的这个，对吧？这是不是真的啊？因为现在有好多信息吧，它都是假的。但我看完这个事儿，我觉得挺震惊，我就想问一下，对不对？晚上好，晚上我狼去洗澡啊。对啊，有孕妇不能养猫，孕妇还有婴儿，那个感染弓形虫都是非常难，就是非常不好的啊，甚至会很危险，严重的会丧命。好，哎，就这个 boss 就这么打死，这个高达 G4 啊 ，G4 高达就跳 A， 就不是就我你妈，这个太赖了，这个听这个音乐好像真的啊，听这个音乐还挺激情的，结果啥也不是，哎，不过这个 boss 还要再打一遍啊，别看咱们在云友壮族自治区。但是呢，还要再打一遍，因为你要走另外的路线，还要再打一遍，确实狠啊！我还真不是在国内自媒体上搜的，兄弟们啊！今天有啥三国的安排吗？我刚才玩了一个三国一命通关挑战，结果最后在司马懿那儿死了。然后单秒曹操，哎，秒曹操有点扯犊子啊！反正打曹操基本上不费吹灰之力，打曹操没用宝啊，什么宝都没用，就是全靠武力值啊，就给他干死了，冤不冤？你说？哎，我突然发现啊，鬼哥来了，然后叉腰哥也来了，我都看着。突然啊，这个点名了，点名是真的赖啊，这点名，这个能否4星？一会儿三国战记有三国战记啊，鬼哥说了还咋的？那必须的必啊！这个点名这个事儿，来，你看，现在还差3飞我就4星，兄弟们啊，先别说飞的事儿，先把15个头啊！你现在你看这个人头，如果
这个人头就差那么3个2个了，老板那就有对吧？啊就忍不住了。你现在你人头只有3、4个，老板都没有动力。所以大家伙啊，1毛钱啊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我改名抢了是啊，我改抢了，我这是啊。不可能坠机啊！叉腰哥压力大，现在叉腰哥压力大不大？我不知道。我想说，我猪哥压力大不大？我在想啊，前一阵儿家里那么忙啊，那么多事儿，这2天也有事儿，心态非常的憋屈。虽然说回归工作，照样还是要以快乐示人，但前2天确实挺憋屈的啊！当然呢，憋屈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，只能一手高铁去长春，是吧？吃拿卡药，懂什么意思吧？对吧？怎么说呢？上次去长春嘛，是待的时间嘛，有点太短了，就待了。好了，我操，这个铁山靠挺厉害，你看铁山靠。上次在长春就待了1天，严格来讲待了24个小时啊，这个也不能说是，它是以事实上的小时算是1天，事实上就晚上到啊，待到了第2天晚上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情况啊，看起来好像不到1天的样子啊。这次去待1个星期吧，然后你懂啊。我脸皮厚没压力。我被居家隔离了多少天？一般就3天吧，一般就3天。哎，你看这个女的坐在胖子身上，有点女王范儿啊。这个大家伙知道字母圈里面那个对吧？女王，这个直接而且坐在一个胖子的肚子上，也有可能是真爱啊，也有可能就是调教起来了，咱也不太懂，咱也不敢问，对不对？连送了飞机，老板不感谢，怎么个鬼哥嘛？怎么可能会不感谢嘛？第一时间我就感谢了，而且我还非常不要脸的说，还差3飞啊！我就对吧？有话对吧？强了，太客气了啊！以后对吧？以后有事儿说话啊，对吧？有狼大哥这句话，我心里踏实多了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我说这小狼子啊，这个小狼子是我一个小兄弟。做生意赚点钱儿，对吧？做直播赚点钱儿不容易，对吧？这个配合的到位是好，感谢我们的王龙锤，那个龙是2个龙组成的字儿啊，还是繁体的2个龙，太狠了，配合的真到位。这个还好吧？其实他俩就是为了报分，不过过一会儿你会发现啊，还是忍者好报分。忍者要是自己的话，其实早就报分了。他俩这么配合的话呢，虽然说双方都有那个什么啊，但你会发现还是忍者加分多一点，是不是？忍者这个打这个连击，他都一下都不算那一下啊。我脸皮厚没压力，叉腰哥和猪哥俩人，这个脸皮厚不厚啊？咱先不说，反正没有我厚。我每隔5分钟我就对吧？我就好，卡住之后就是卡住 Y 轴，然后咔咔就是干，这招是真的赖啊！卢比是个老油子了，那套对他毫无作用啊！哈都坑！我怎么感觉这个忍者应该叫龙天明，因为他能发出1条龙。世界上有没有龙？有，我还被1条龙服务啊！好，直接就来到了这个下一关了，因为刚才那个第3关也打了2遍，所以说第4关该打。只要有分支路线啊，这个游戏只有第1关和最后一关没有分支路线。其他关都是2个路线，所以说2个都要打，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办法。拿着钱包抵工资，原价都是100多、200多、300多的钱包，通通20块啊！那条龙叫瓦龙，那条龙叫瓦龙。
就是经常我们朋友之间啊，说你来一条龙安排你。后来这个一条龙，我们都学精了，我们都得问一下这个一条龙，一条什么龙，对吧？比如说一条暴龙啊，一条什么什么龙，然后有的人名字叫龙，比如说我们有个姓高的就高龙，对吧？就一条高龙安排啊，对吧？比如说一条瓦龙安排啊，一条成龙安排啊，就这种一条暴龙啊。后来我们就直接你说这都没有用，什么暴龙，什么这个龙那龙，我就问你，这个龙的内容是啥，对吧？先去车站啊，或者是机场先接你，对吧？比如像朱哥，先去车站或者机场先接你，接完你来一道日料，对吧？来一道日料，先吃一道这个，对吧？啊，日料或者是对吧串儿，或者是什么对吧？一些特色啊，对吧？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吃完之后直接下一场，哎，对吧？唱歌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再下一场洗个澡，然后按个摩，懂吧？啊，然后呢睡觉，睡觉呢睡到第二天中午起来，先来一个热气腾腾的面，或者是饺子，或者是啥啊？然后呢缓一缓。休息，对吧？再休息。下午呢，出去溜达一圈，逛一逛名胜古迹，啊，逛一逛街。晚上继续啊，昨天吃日料，今天就烤肉，啊，对吧？啊，昨天吃烤串，今天就火锅，然后继续啊，然后还得叫点，比如说啊，有的时候的光那还不行，就还得是就有花局儿。比如说，对吧？你女朋友的妹妹的，对吧？对象的，什么大表姐的、小姨的、外甥的，什么大侄子的、亲姑什么之类的啊，就说这个意思啊。比如说你同学、你同桌、你小姨子啊，对吧？是，对吧？懂的都懂啊，不懂别问了，对不对？说这个事儿啊，顺便捅个核酸，捅什么核酸啊？我还是期待最后一场就是睡觉了，是啊，倒数第二场是按摩，对吧？按摩之前是洗澡，对吧？你可以在洗澡的地方按摩，对吧？就是说这个意思啊。然后再往前是 KTV、蹦迪。或者是演绎啊什么的，一般就是这一套吧。商务啊，一套商务啊，我说错了吗，兄弟们？自己睡，那可能自己睡吗？那能让你自己睡吗？那不可能自己睡，对吧？最次的一点是对家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完了，朱哥跑了，朱哥害怕了，我说错了吗？啊，朱哥现在听到这个事儿之后，感觉到压力很大。之前不要脸是不要脸，现在是直接变压力了啊，太难了，主要是啊。好，这个时间可长了啊！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右边已经报分了，主要是看龙天明的报分啊。这里面呢，报分呢是其中的一个玩法，说难听点算是挺无聊的，因为它这个游戏分多了，你也没有办法像那个合金弹头可以再超过1000万，对吧？那就有摊分记录的说了，否则你报分了就没办法，你报分了这就是摊分记录嘛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游戏的摊分记录怎么打，就是你在你这个游戏阶段越早的阶段，这个报分越说明你的技术摆在这儿，但是又没啥意义，因为就是固定嘛啊，就是无限连。这个游戏为了不让你无限连，它也是煞费苦心，结果呢还是被人研究出来了，没办法。这个龙天明拿的是青钢剑，《三国战记1代》里面的啊，青钢剑。我狼半截袖挺精神啊，撞山了啊！昨天出去
就是有个女的跟我穿情侣服，对吧？瞅我就直乐啊，她瞅我直乐，不是这个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她瞅我为什么要笑？好，这个地方直接走了，你别看是有这个有人出来，但是你不用打人，对吧？直接就是跳坑里了，有点类似于像那个《西游释厄传》里面那个白象方便面，那个时候那个地方。女装大佬，这个女装大佬太狠了啊！主要女装大佬是女装大佬有钩吗？啊？法拉好像瘦了些，别闹了。我说实话啊，我这两天要减，但是其实我是不用减的。为啥？我本身我也没胖，我只不过是我想145斤，150斤，我觉得还是不太好。为啥不太好呢？150斤吧，这个还是体脂率不好控制。那个如果是145，好就好多了，对吧？145就好多了，就是怕太瘦，感觉这个符打中人之后会有一个僵直的这个效果啊。好，这个打完那个大机器人 BOSS， 这关的 BOSS 就我管它叫玄武，它有2条命，而且当然你因为2个地图你也要打2次。总体来讲啊，这个游戏还是挺卡玩的，而且整体时间呢也不超过1个小时，这还是因为摊分了啊，这还是因为摊分了。如果单人玩啊，我觉得就比较简单的应该是男主和那个，尤其是大虫子，我管那个叫大虫子啊。对吧？那个大虫子最狠的招就是从下上，然后有个背刺儿。这大虫子确实厉害啊，厉害啊！120斤不行啊，120斤那真的是太瘦了。咱虽然说咱个啊也不是特别高，1.79米，但是呢，咱这个1.79米，120斤，主要是因为我的这个肩比较宽，上半身还是比较宽的啊。你真太瘦了，那就是骨头了。你最好是啥？你最好是这个20岁的时候130斤，对吧？25岁的时候135，对吧？30的时候140，35的时候145，懂吧？所以说我现在奔着145使劲儿，然后保持住。当然150也无所谓，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啊，是无所谓的啊。好。169吧，谎报时那有啥谎报的？东北人基本上没有说低于1.7米的啊，就是咱们这个年龄啊，80后。你要说那99对吧？那00后现在随随便便就长到1.8米，对吧？那都很简单啊。它主要它就不是说基因的问题，它主要就是还是说这个，对吧？还是说这个营养问题，对吧？多吃肉，主食和肉。对吧？你把碳水和肉整明白了，对吧？碳水、蛋白质整明白了，基本上就，对吧？那时候就是营养不好的人，你确实长不高啊，对吧？能理解吧？啊，宋小宝那是特殊情况，那是哪儿都有。那你这么说，那南方人也有长到2米多的啊，对吧？那不是说这个意思啊。天赋是天赋，但是呢，如果要是天赋加上你后天的努力。啊，或者甚至是一些对吧专业的一种治疗，你比如你像梅西呢谈不上有侏儒症，但他确实是啊，这个身体肯定是长不高的。但后来呢，对吧？这个球队呢拿钱培养他啊，就太有天赋了，拿钱培养他，然后呢就最后给他整成1.7米几，对不对？给他整成1.7米几。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叫梅西的头球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相反，你 C 罗就厉害了 ，C 罗对吧？个还高，那抢头球也好说，啊，对吧？姚明2米，别闹了，2.26米吧，2.2米几。像他们那个身高，有的时候你测都测不准啊，白天和晚上的身高都不一样啊。
但是还是饮食的问题，天赋很重要，但饮食更重要啊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，这也这么算的话，它应该也是倒数第2关了。反正这个最后一关呢，按理说啊，都是游戏当中时间比较长的。好在最后一关没有分支路线，所以说最后一关呢就正常随便玩。这也是倒数第2关的，对吧？这个第2个路线了。所以说它这个游戏啊，这个设定挺好，对吧？你毕竟你小的时候你还要选关卡，走哪个路线。很多人都觉得走哪个路线简单走哪个啊。这个游戏我个人感觉啊，如果是原版的话不难，只要是游戏那种闯关游戏高手，随随便便玩一玩，一币通关问题不大。哎，一币通关问题不大的啊。基因是决定你的这个上限，对吧？但是营养是决定你的下限，除非是有重度的侏儒症啊，那种就没办法了，那是没办法。这就好比我们说的天赋和努力，努力决定下限，天赋决定上限嘛，这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天赋肯定重要啊，对不对？你包括这个各种这个，对吧？各种地区的人种啊，比如说非洲地区，在奔跑这一块就有天生的优势，对吧？无论说是长跑还是短跑，对吧？蚊子，打死一个啊！妈的，居然在我面前飞！东北人，我跟你讲，不是普遍身高是啥？我是这么说的啊，就是他不是营养好，他主要他吃的东西啊高油，对吧？高油高糖，这个尤其是冬天嘛，现在因为你现在还好点，现在都住那个对吧？但是东北我说实话，可能冬天确实冷，需要摄取一些热量，就是人胖一点就是抗冻。能理解吧？你看鱿鱼又来了，左上角又有那个鱿鱼，这个鱿鱼嘎嘎的啊！狼哥，你打蚊子就像你打你老婆，我报警了啊！你家暴，好吧？哎呀，我这个一顿切换，龙天明拿剑确实帅啊！这个白天和晚上身高不一样。他好像说，就是你那个人这个不有脊柱吗？啊，你是不是对吧？从你的这个尾椎到你的这个颈椎这儿，不有一个脊柱吗？对吧？你这个有的时候对吧？你可能抻开了，或者说又收缩了什么之类的，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？对吧？你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，随着年龄大，他那个身高会萎缩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些人呢，随着他体态变了，啊，正所谓23蹿一蹿，25鼓一鼓，对不对？是吧？这个虽然说呢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23蹿一蹿，25鼓一鼓，但是呢，确实有这种个例啊，有这种例子，对吧？尤其是有一些女的，经常会在这个人到这个青年时期，哎，突然长那么了一点点，对吧？这可能是根据她身体结构发生的变化啊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例子都有啊。好，感觉这个洞有点像时光洞啊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好，我们看看直接往这边走啊。晒太阳也长高，这句话啊，这句话咱没法说哈，就是说。你晒太阳呢，就是在补钙的基础上呢，吸收钙，对吧？维生素 D 加晒太阳，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日光族的问题啊。那你这么说，东北的女孩为什么挺好看的？我们有那么一句话啊，咱们先不谈这个什么五官，这个大伙儿的喜好，有人喜欢大眼睛，有人喜欢对吧丹凤眼，有人喜欢小眼睛，有人喜欢小鼻子，有人喜欢对吧小嘴大嘴。有人喜欢这那的，但是通俗上来讲，不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对吧？叫做一白遮百丑啊，一胖毁所有。只要你这个女的长得白就好看，这东北女的长得白，
对吧？这个一般来讲呢，就是没有被这个太阳给搞一下啊，没有被太阳搞一手，有的时候还不晒太阳。当然，东北女的也不矮呀，啊，对不对？两个人都爆分了啊！其实这个游戏如果开发一个9999万，那就有意思了啊！但是那我估计是爆不了分的，那我估计爆不了。啊，这个 boss 跟那个机械类 boss 一样啊，它就是有2条命，反正你其实随便打。好，可以看到，咱们现在啊，这个因为这个游戏你过关它不加血，反正他俩呢也是为了爆分。你看龙天明还是没有血啊，你过关不加血，这个是真没有办法，说该死啊，对吧？这游戏无伤难吗？原版的话，到目前为止无伤，没有人挑战，我认为不是特别难。因为你原版啊，你这个版本别闹了，你一命都是大神了，好吧？你还想这个别的？但是如果是原版的话，确实没见着有人挑战这个玩法，真的是可以挑战一下，我觉得不难。呀，我觉得不难。跟大家伙说，也不是说纯什么啊，咱们不能谈个例，就普遍。而且啊，为什么其实我跟你说，拿东北人做这个实验啊是最好的，因为呢，现在呢，绝大多数东北人啊，其实你想一想，你往上走2-3辈儿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有好多你的祖辈儿啊，都不是本地的，它是随着当年咱们的政策。比如说有的是上山下乡，好了，你看又死了啊！整个龙天明确实死的比较惨。比如说上山下乡，比如说什么闯关东，对吧？各种地方人都有，所以说东北菜都是融合的嘛，融合菜，能晓得吧？啊，能晓得吧？就是，对吧？而且普通话好，就是因为大家伙真的是应该普及，要不然你说河南话，我说山东话，他说对吧？他说浙江话，这边又说上海话啊。这就很难受了，所以说我觉得就很多人说那尤其是你像这个都来了，所以说在祖先这一块也没啥说，跟气候还是有关系啊，多方因素吧，多方因素吧。你像我的老家叫什么？叫东方红林业局，一听这个名字，东方红，下一句太阳升嘛，对吧？这个咱们是东方的一条龙，东方红就是我们。对吧？号称咱们祖国最东的地方啊之一啊，应该说是之一。说白了就是最东的地方地区，它并不是真正的最东边啊，所以说还好，那个地方就是很厉害。我觉得最嘚儿的就是我们那边的那个俄罗斯，这个俄罗斯呢，它还要遵守墨西哥的，对吧？这个对吧？莫斯科的时间啊，墨西哥去了啊，莫斯科，反正怎么叫都行啊，大概就是这个音译吧啊。这个视频还有多久？最后一关啊！这里面刷怪，你看他刷怪的地方都记住了，直接干到就行，根本就不需要再刷分了啊！满气儿，哎呦我去，这是我掉下去摔死了，大哥！好，直接过图。你看这里面背景的这个都是有点带有真人的这个图啊，这都是谁呀？有人认识吗？我这不太认识啊。是不是要三国战记了？是啊。待会儿可以来一手，先来一手武将争霸。这个俄罗斯的女人多吗？首先俄罗斯的人不是特别多，那俄罗斯的女人多不多啊？我见过的俄罗斯的，比如说有一天我去爬北山，因为我们这儿很平常啊，但是我其实见的还是很少的，啊，我去爬北山呢，然后在北山后面这个山顶上啊，然后我就看着有一个带娃的带着一个小混血的小男孩，
然后呢，应该是孩子的奶奶，因为孩子的奶奶你正儿八经就是一个中国人嘛，对吧？黄皮肤啊，应该说其实咱们说是黄皮肤啊，但其实咱们也不是特别黄，咱们也是偏白一点啊。这孩子他奶奶应该是，就看就是一个对吧？这个东亚人，然后呢，这个带个孩子，然后远处呢有个俄罗斯的女的，长得可白了，可好看了，真的就是属于那种，就是金发天国那种，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，反正这个意思啊，小男孩长得也好看，这玩意儿没法解释啊，只是说这个意思啊。好像去生物学里面有这么一个说法，就是只要的地域隔得越远，然后呢两个人的这个交配之后生下的这个孩子呢就越好看，啊，对吧？就包括咱们，比如说你越是在同村里走啊，越是在同村里走，你们喝的水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，最后你可能就孩子不是很聪明，又不是很啥，就当然啊，有没有这个根据就是这个就没有证实的啊，都没有证实的。但相反，你们两个离得远。啊，比如说你找了个啊，你比如说找了一个浙江的啊，是吧？你东北的找个浙江的啊，哎就能好点啊，就孩子就好看，啊，这咱不知道啊。这个游戏没有剧情，哎，我再说一遍啊，哎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个游戏1代有剧情，2代的剧情就是为了卖游戏，2代的游戏是真好，但1代是真的有剧情。2代的剧情扯犊子，没啥剧情啊，这个啊，反正就是一个人工智能，这个人工智能呢，它左右着人类的这个，对吧？这种事儿，包括啊什么预防犯罪，告诉你怎么秩序，然后有很多人就对吧，就支持这个啊，有很多人就不支持这个，说人工智能不可靠，对吧？对吧？它不能做到绝对公平，它可能会为了一些大局，然后牺牲掉一些什么之那，然后有反抗的，有支持的，有反抗的啊。第一步就是这么想的，第二步呢就是大杂烩了，没啥意思啊。其实也不是说眼镜男是大反派啊，在第一部里面他是那个反派的人形，只不过呢他变身了之后呢，他就是另外一个形象了。你包括黑骑士在1代里面，黑骑士是一个蓝衣服的一个女的，对吧？还是个黑头发。但是呢，跑到二代呢，他也叫黑骑士，而且这个黑骑士是男的是女的，你都不知道啊，没有性别啊。然后呢，他又变成一个金发的一个女的。第1代里面的对吧？小怪兽在第2代里面就变成天使了，就是在第1代的结局彩蛋里面是有讲。如果你选那个一世，你选一世的话，就是那个豹子女，在你通关之后，然后呢跳楼的时候呢，就会有天使出来救你。还差3000上4星的剧情，那直播间就给你封了，直接封你直播间了啊！不扯这个事儿了。金发天国。2代没什么剧情啊，我说实话，2代的剧情就跟闹着玩似的，所以说根本就不用讲。其实个人感觉吧，咱可以 DIY 一个剧情出来。我根据这个测定呢，就相当于一个联盟，是吧？咱就说这个人工智能呢，可能就是真的是一个大反派。然后后来支持这个人工智能的人也幡然醒悟了，一帮人组成了类似于像什么正义联盟啊、复仇者联盟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呢，发现呢，这个人工智能背后呢，对吧？它是有人控制的啊，是一个邪恶大反派，就是最后那个啊，最后那个 boss， 能理解吧？啊，说这个意思啊。他呢是人工智能，他呢想给自己找一个真实的肉身，就跟奥创似的，啊，对吧？哎，就你包括午夜杀生也是啊，午夜杀生也是啊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看那个生化危机的电影版那6部，那讲的就嘚儿了。那生化危机电影里面6部啊，前面几部确实经典，第6部啊，尼玛啊，那真是扯犊子了，那属于是。好，给血圈吃满了，打最后一关的 BOSS 应该属于非常简单啊，俩人都满血，随便玩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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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你看，先是一个先是一个那个不是万磁王啊，一个插博士 Charles 啊，先是一个对吧？开着这么一个对吧？开着这么一个小飞行座椅，然后呢，第二关呢又变成一个人形生物机甲，它是机械科技跟生物科技的结合。就这个老头儿，你看，啊，这个太赖了，一顿左右腿，那边就勾引着啊，一批勾引着，他勾引那2个黄金黑铁头盔，然后呢就防住就行，非常赖，摁住 A 啊可以一直防。这一顿高抬腿让我想起了街霸里面的那个龙和肯，可以在打那个什么啊，打那个空降那个木桶的时候，可以选择用站重腿。好，直接原地变身，会撤地钉啊，会撤地钉，会擒龙手。哎，撤地钉有这个机械和生物科技，对吧？生化危机电影版的第6部。第5部我觉得还挺好的，结果第6部上来就把第5部的剧情给跳过了，啊，第3部结局挺好的，第4部一上来就是复仇了啊，然后复仇完了再开始新的剧情，我尼玛！好，最后一滴血，他必须得走回去。然后直接被吞了啊，融合在那个机器里了。你看，直接被吞了。就大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大 boss 没有飞机，一辈子都是喇叭，对吧？古惑仔不用脑，一辈子都是飞机，对吧？哎，有个终于召唤了小兵了。还剩最后一点血，超必杀！你这个 boss 跟锤子似的，他俩玩都随便玩啊。其实我个人感觉呢，小小鹿啊没死人啊。其实龙天明想不死也简单，他俩不想刷分，安安静静的配合，把所有的怪都干死，一定通关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在技术方面上啊，首先小小鹿就不用多说了啊，那小小鹿也没死命，但是呢，龙天明可能稍微的惨了一点，而他要如果选其他的角色也还好。OK， 那这就是《电神魔会2代》的最新乐百氏版的双人爆分一币通关啊！总体来讲呢，技术啊，那小小鹿在这儿，那就不用多说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伙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